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林建宏，很高兴能在科学养堂的频道和大家一起走到我们护好心脑血管系列的最后一讲。回顾前面6集，我们从血管的冷缩期聊到清道夫食物，从减盐不减味聊到血管弹性，甚至还帮心脏这台发电机充了电。相信这段时间下来，大家对科学食养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理解。但林医师在最后一堂课要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医生怕自收，病人怕中风。虽然我们透过吃、透过生活习惯做了99%的努力，但面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沉默的杀手，我们还是要为那1%的突发状况做好100%的准备。今天这第7讲是全系列的总结，更是最重要的一份保险。我们要聊的是急救常识、食养之外的保命符，心脑血管突发状况的科学应对。这一集建议大家不只要自己看，更要转发给你的老伴、你的子女，因为在关键时刻，这就是能救命的保命符。当血管突然堵住，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塞或破裂，也叫脑出血时，每1分钟都在与死神赛跑，大脑神经元一旦缺氧死亡是不可逆的。所以识别症状是第一要务。在科学上，我们有一套国际通用的 FAST 识别法，林医师把它翻译成大家容易记住的口语版。F face 脸歪歪，请对方笑一下或是露齿给你看。如果发现他的嘴角一高一低，半边脸不能动，或是笑起来脸不对称，这就是警讯。A arm 手没力，请对方平举双手，维持10秒钟。如果其中一只手会不由自主地掉下来，或是觉得半边身体麻木，没力气握住筷子，这就是神经受损的征兆。S speech 讲话大舌头，请对方讲一句简单的话，例如今天天气很好。如果听起来含糊不清，讲话断断续续，或是他想讲却讲不出来，甚至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代表大脑的语言区受影响了。T time 记下时间，快打119。只要上面3个征兆出现，其中任何一个，不要怀疑，不要等，更不要想说睡一觉可能会好，请立刻记下发生的时间，并拨打119。坊间传说中，封药扎手指放血或是喂药，这些在医学上都是错误且危险的。放血会引起血压剧烈波动，喂药可能造成呛咳窒息，最好的急救就是安静躺平，赶快送医。除了会辨识症状，平常在家里的准备工作也要科学化。很多长辈每天要吃好几种药，血压药、血糖药、抗凝血药，药物管理不好，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药盒管理法，拒绝多吃或漏吃。我建议每一位长辈都要去买一个1周7天分早午晚的透明药盒。科学理由，血管药物如降压药必须维持稳定的血中浓度，漏吃会让血压飙升，多吃则可能导致低血压昏倒。看着药盒今天吃过没，一目了然。这不只是管理药物，是在管理你的生命线。家庭急救包的科学配置，家里的急救箱不要只放 OK 泵。针对心脑血管风险，你的急救包里应该要有病历本，写清楚你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尤其是抗凝药名称、药物过敏史以及主治医师的联络电话。紧急联络人，子女的电话要写在最显眼的地方。特定的急救药，如果医师有帮你开立消化甘油、舌下定，请确认它没过期，并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但请记住，这必须经由医师指导使用。万一真的做了血管手术，比如放支架，或是正处在日常恢复期的话，这时候的饮食就不只是补充营养而已，根本就是一张处方笺哦。大家一定要确实遵守轻盐轻脂的原则，目标就是把血管的阻力降到最低。林医师也特别为大家规划了一份标准化的复健食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早餐启动循环，主食1碗燕麦粥，燕麦含有贝塔聚葡萄糖，能帮助降低胆固醇。配菜1粒水煮蛋搭配烫青菜。饮品1杯无糖豆浆。午餐补足能量，主食半碗糙米饭或五谷饭。主菜清蒸鱼，如鳕鱼或鲈鱼，补充 Omega-3 或去皮鸡胸肉。蔬菜1大盘凉拌芹菜与黑木耳，利用我们第2讲、第3讲教的方法，增加血管清道夫。调味使用自制的高钾低钠调味粉，减少食盐摄取。
晚餐轻盈无负担。主食一份温拌面，选用低钠面条拌入亚麻籽油。配菜清炖番茄豆腐汤，番茄红素保护心肌，豆腐提供植物性蛋白。叮咛：晚餐要吃得早，吃得少，避免夜间消化负担，增加心脏压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这7堂课下来，从科学原理讲到厨房实践，目标只有一个，让你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医学在进步，但最好的医师其实是你自己。你每天喝下的那杯温开水，你在厨房里少放的那半匙盐，你起床时坚持的那3个半分钟，你在药盒里摆放整齐的药物，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最强大的科学保命符。50岁以后的人生应该是精彩且自由的，不要让原本可以预防的血管问题成为你享受生活的绊脚石。护好你的生命管道，让血液顺畅，让心跳有力，让大脑清醒。我是林建宏中医师，很荣幸能陪伴大家完成这趟科学养生之旅。如果你觉得这套课程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请不要吝啬分享出去。你的健康就是林医师最大的心愿。护好生命管道全系列课程圆满结束，感谢你的收看，欢迎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持续锁定下一集。